随着阳光照在屋顶上，阿龙也起床了。他也明白一天之计在于晨的重要性，便开始继续搭建未完成的房屋。为了方便墙体的搭建，只见他先利用工具在立柱上面开出孔洞，这样就能把主板卡在里面。收集完的竹子用完后，阿龙向着山里走去。他并没有选择先收集材料，而是来到昨天发现李子树的地方。他决定先摘一些李子去卖，毕竟昨天都在忙着搭建。他挑选了一些已经成熟的果实，装了一些后才往山下走去。很快便来到了商店里，将今天的收获卖掉后，阿龙换了一些食物，这才顺着小路往回走去。回去后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便继续收集了一些竹子。虽然这身衣服有一些不合身，但是比起已经残破不堪的那件，确实已经很好了。他把竹子修理成了竹条后，相互交叉地进行了编织，这样制作的竹山用来填充墙体便方便了许多。虽然看着比较简单，但是制作好几面的墙体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。当夕阳照过来的时候，他也完成了最后一片的编织，接下来就可以把制作好的竹山固定了。相比编织来说，往上面固定就快了许多，因为只需要用竹条绑定在领条上就好了。把3面的墙体填充完成后，最后的一面因为有大门的位置，只需要固定上一片就大功告成了。随后他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。由于上午的收获不错，今天的伙食比以往丰盛了一些。他将南瓜切开后，将中间的部分挖空，仔细地清洗了一下，然后把今天买的大米放到了里面。这样做饭不仅简单了许多，而且菜既有饭味饭也有菜味，肯定是更加美味。但是阿龙可能并不懂得那么多，但他却知道这样做饭比较简单而已罢了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总算可以享受一下今天的晚餐了。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对今天的晚餐很是满意，吃的一点都没有剩下。吃过饭后，阿龙准备给新家搭建一张床。只见阿龙在附近收集了一根竹子，切割成几段后，在一端修理出凹槽，就能当做床体的支撑柱使用。随后他在屋内挖出固定支柱的坑洞，把立柱固定在了里面。虽然缺少床板的材料，但是附近虽然没有别的东西，但是竹子却是用之不尽。收集了几根后，阿龙也满脸是汗水。简单的休息过后，便来到屋外对竹子进行切割。别看竹子比较粗壮，但有着锯子的辅助，也能很快的切割完成。上面的地方虽然有些凹凸不平，但是经过它的细致处理以后，当做床板就丝毫没有问题了。从中间把它们分开后，他把竹板拿到了屋内，然后在两边固定上支撑，就能将竹板紧密地铺设到上面。虽然此时的新家还有些简陋，但是相比以前的要好上许多，也预示着阿龙的生活正在上山的路上。虽然很艰难，但是只要过去了就会越来越好。阿龙虽然买不起窗户，但是用竹条编织一个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了。别看没有玻璃的采光，但是却能跟房屋更加搭配。此时的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，阿龙紧忙去取自己的全部家当，要不就全被雨水淋湿了。他站在屋内，透过窗户望着外面，雨也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。看来今天也不能继续完善自己的新家了。随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阿龙也点燃了一个火堆进行取暖。毕竟山里的温差比较大，而且还是刚下完雨的时候。他把所有的窗户关上后，今天阿龙也准备休息了。清晨的大山虽然还有些雾气蒙蒙的，但是阿龙却已经起床了。昨天下雨的时候，他发现雨水会往屋内倒流，于是他沿着房屋的轮廓挖出了一圈的排水区，这样就算再大的雨他也不用担心了。接着才开始继续完善自己的新家。虽然还是用竹条进行编织，但是相对墙体的工作量来说，大门的制作并没有浪费他多长时间。接着只要在地面固定上一节竹筒，再把大门的立柱放到里面，就能实现大门的随意折叠。大门制作完成后，阿龙在附近收集了一些石头，将它们按照锅底的大小插入土里，这样一个简单的灶台就搭建完了。由于没有水桶，他来到森林里面劈下了一根竹子，从竹节的地方分开后，就能用它们来收集山泉水。这样收集的水还能减少些许杂质，并且还带着竹子清香，用来做饭再合适不过了。但是阿龙并没有急着做饭，而是来到了小溪里。虽然河水有些浑浊，但是经过他的一番寻找，也找到了一些大扇贝。寻找了2个多小时后，发现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，阿龙这才用叶子把扇贝包裹上，便顺着小路往商店走去。来到商店后，老板把比较大的一些留下了，然后他换了一些吃的，将剩下的扇贝也拿走了。晚上他决定把这些小一些的扇贝当做晚餐了。
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。随着火苗的升起，阿龙将扇贝清洗了一下，然后放到了火堆上面。经过不断的烤制，扇贝也张开了一条缝隙，但是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熟透。此时外面的天气却是变得阴沉起来，随着一声雷声落下，雨水也随之倾盆而下。好在阿龙提前挖了排水渠，可以让雨水顺着沟壑流出去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扇贝也终于要熟透了。虽然是别人挑选剩下的，但是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。次日一早，他带着工具向山里走去，看今天是否能够收集到一些野菜。穿过一片小路后，虽然没有发现野菜，但是他发现了一些竹笋。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，只要把竹笋拿去售卖，再换一些食物也非常不错。收集了满满的一大袋后，他做了一个简易的背绳，这样就能像背着书包一样背在身上。不知道竹笋是否有一些沉重，阿龙的瘦小的身躯每走一步都好像需要花费很多力气。回到家里后，满脸汗水的他喝了一些水。他并没有先去集市，而是决定先制作一张桌子，毕竟这个时候的集市人并不是很多。阿龙把竹子切割成许多段后，在上面修理出凹槽，这样框架才能更加的稳固。再加上有着绳子的捆绑，一定能用很长时间。桌子制作完成后，天色也快到中午了。阿龙睡了一觉，因为中午的集市并没有那么多人，然后他才背着上午挖掘的竹笋向着集市走去。挑选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，他将今天的挖掘的竹笋摆了出来。看着对面摊位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，阿龙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愁容。但好在没过多长时间，他的摊位也开张了，有了好的开端。接着买东西的人就像流淌的小溪一样络绎不绝，很快的就售卖一空了。收拾好东西后，这才开心的一路小跑着向着家的方向奔去。可能这个时候才是阿龙每天最高兴的时光。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小男孩，不仅在野外开垦土地种植良田，还徒手捕获10斤重的大鱼，实现了真正的自食其力。经过一早上的努力，阿龙已经把地面的杂草处理得差不多了。虽然还没有到中午时分，但是5月的太阳也是非常炎热。为了尽快开垦土地，即便满头是汗，他也没有选择休息。这块土地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阿龙将杂草处理得很干净，所以也花费了很长时间。将杂草清理出去后，阿龙从边缘处对地面进行翻动。此时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明白今天一定要加快速度了，要不在天黑之前肯定是完成不了手中的工作了。比较高兴的是，随着太阳渐渐落下，这时的天气却是凉爽了很多。但是经过一天的劳作，阿龙也有些力不从心了，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。因为山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，他点燃了一堆柴火，伴随着温暖的火光，疲惫的阿龙也休息了。次日清晨，阿龙便早早的开始工作了，毕竟这个时候没有太阳的照射，温度再合适不过了。由于昨天的工作量太大，导致阿龙今天翻动地面的时候有一些费力，但好在没有剩下多少，阿龙也坚持的做完了。相比于翻动地面，把土块铲碎要轻松许多，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力气。处理完成一部分后，他拿出了蔬菜的种子，将它们均匀的撒到了里面。因为刚播种的种子怕太阳照射，阿龙用竹子搭建了一个架子，不过在遮盖之前还需给种子浇上一些水。于是他来到山中收集了一根竹子，把它们从竹节的地方分开后，就能用它们当作收集水的容器。全部收集满了以后，阿龙扛着竹筒往家里走去。浇完水，阿龙才把它们遮盖起来。因为种子用完了，他决定先给新家完善一下。只见阿龙先把屋内的东西拿了出来，然后将屋内的杂草清理了一遍，房屋周围的也顺便清理了一下。将杂草运输出去后，天色也到中午了。由于这2天比较劳累，阿龙先把床体组装上，这样就可以先休息一会了。睡觉中的他被狗叫的声音惊醒，他疑惑地围着房屋找了一圈，却是没有发现狗狗的身影。接着他又来到临时的房屋，也没有找到。回来的路上，他思考着狗狗去了哪里。快到家的时候，不知何时狗狗却跑到了房屋的底下。他快速地来到狗狗的附近，但是狗狗却是没有了声息。阿龙看着自己的狗狗，满脸的难过，就连眼泪也顺着他的眼角滑落下来。他无助地躺在了地上，毕竟是自己从小收养的狗狗。他决定将狗狗埋在不远处的森林中，这样也能离自己近一些。随后阿龙整理好心情，继续对新家开始完善。将房屋周围的排水渠固定上一圈竹板后，他收集了一些泥土铺设到了里面，这样就算下再大的雨，也能保证房屋地基的稳固性。屋内同样的也填充上了，这样才能防止雨水倒流进来。随后阿龙来到溪边，计划捕获一些鱼拿去售卖。经过不断的寻找，
阿龙也抓到了几条，其中有一条还特别的大，看样子可能有10斤之重。在河边清洗了一下，才往商店走去，毕竟干净的鱼才能更好的吸引人。在商店老板那里借了一个大盘，便在门前开始售卖。因为来商店购买东西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就售卖一空了。虽然还一些小的没有卖出去，但是用来当做今天的晚餐也不错。他将鱼清理干净后，利用竹子把鱼儿夹在中间，放到了火上烤制。随着火苗的不断的起伏，鱼儿也渐渐的变了颜色。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也终于可以享受香喷喷的烤鱼了。今天阿龙准备完善新家的地面，他来到小溪旁收集了一些石头。由于石头比较沉重，他每次并没有收集太多，只要多运输几次，也能将铺设地面的石头背回去。随着最后一趟的运输完成，阿龙的脸上也满是汗水。接着他从墙体边缘处开始铺设，虽然每一块的形状都不一样，但是他也尽量的铺设紧密一些，毕竟这里作为以后的新家，铺设的一定要更加仔细一些。铺设到大门的位置后，阿龙继续把石头往外面铺设，沿着墙体的防水槽铺设了一圈。虽然没有地板砖的好看，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很满足了。随后阿龙来到了之前的家，简易的房子已经被雨水淋得破败不堪了，阿龙只能将它们拆除掉，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利用上。还好有一些没有被雨水淋透，可以用来当做柴火来用。全部拆除后，阿龙把它们收集在了一起，然后用叶子遮盖上了。接着阿龙回到了新家，简单的休息过后，阿龙向着远处的庭院走去。他计划向村子里的阿姨要几根芭蕉树，因为是赠送给他的，所以阿龙只挑选了一些比较细的，挖掘了几棵后，阿龙扛在了肩上，向着家的方向走去。回去家里，他在废弃的旧纸上挖出了几个坑洞，然后把芭蕉树栽到了里面。这个位置由于是下坡，雨水会很充足，所以他才全部栽到了这里。一连栽了很多棵后，他将附近的杂草清理了一番，这样看着也更美观一些。随后阿龙准备制作一张装物品的桌子，于是他来到森林中收集了一根竹子，只不过竹子实在是有些太长了，碰到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，还需要调整一下角度才能过去。回去后，阿龙正准备要对竹子切割的时候，发现中午的太阳实在是有些炎热，于是他收集了一片巨大的叶子，只要将它们插入土里，就能很好的挡住阳光，这样阿龙在切割竹子的时候也不用害怕太阳的炙烤了。他将竹子切割成很多段后，先是标记了一下开槽的位置，而后利用锯子锯出豁口，把它们修理掉后，就能相互的组装到一起。相比钉子来说，这样也能更加的结实。虽然是用竹片进行连接，但是只要采用上下2层进行加固的方法，也是非常坚固耐用。放到不碍事的角落后，把东西放上去，屋内也能整洁一些。随后阿龙利用剩下的材料又制作了一张桌子，这样就算屋内再多的东西也能放得下了。虽然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，但是看着洒落在地上的夕阳，阿龙决定趁天黑之前再制作一个凳子，这样屋内的家具也算齐全了一些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，阿龙也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了。因为今天一天没有吃饭，他计划把晚餐做得丰盛一些，把鸡蛋煎好后放到了一边，然后又做了一个野菜汤。10分钟过后，他吃上了今天的首顿饭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比较饿了。锅内的食物一点也没有剩下，就连最后的鸡蛋残渣也全部吃掉了。吃过晚餐后，阿龙今天也准备休息了。次日清晨，阿龙简单的洗漱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门前查看亲手播种的种子。经过几天的时间，里面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一些。昨天由于完善房屋的原因，今天阿龙计划上山收集一些竹笋拿去售卖。有着以往的经验，让他收集起来快了许多，没用多长时间就收集完成了。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售卖出去，他在河边给竹笋清理了一下，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干净一些，顺便劈下了一根竹子，做了几根竹筒用来收集一些水，这样就能一起运输回去，并且减少了一些麻烦。他把竹筒放到家里后，背起竹笋，顺着林间小路往集市走去。路过一个岔路口后，他碰到了一位好心的阿姨，看来今天不用到集市就能够售卖出去了。他开心地看着手里的收获，随后这才沿着来时的路口往回走去。阿龙今天有些想吃鱼了，但是由于这几天忙着建造新家，收入不是很多，所以他便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抓鱼工具，计划去山里看是否能够捕捉到一些。这次他并没有走以往的那条山间小路，而是选择从小溪的支流逆流而上，说不定能提前捕获到一些鱼。虽然溪水流得比较快，但是他的眼睛却是牢牢地盯着水中，生怕错过顺流而下的鱼。虽然有些藏在岩石下面，但是由于早上阿龙制作的工具，也能轻松地将它们寻找出来。为了方便后面的收集，阿龙把它们穿在了竹子上，
然后接着向水流上方搜寻。看来今天他的运气还不错，没走几步就又有了新的发现。水流的清澈让他很轻松的就能看见水中藏匿的鱼。收集了差不多后，阿龙决定清洗一下自己的身体，毕竟这几天开垦土地把身体弄得很脏。于是他收集了一根竹子，把它们从中间分开后，就能放到从上方疾驰而下的水流中。通过竹子流淌过来的水流，用来清洗却是正好不过了。可能是身上的脏东西太多了，阿龙足足洗了1个多小时。随后阿龙将小鱼在河边清理了一下，才顺着以往的小路往回走去。从山里出来后，不知不觉间太阳也悬在了头顶。回到家里后，阿龙也开始准备做饭了。虽然他才小小的年纪，但是因为从小就比较坚强，做饭对他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。随着烟雾的升起，阿龙也把鱼放在了架子上进行烤制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鱼也渐渐的变了颜色。随着火苗的熄灭，烤鱼的香味也在屋子里四处飘散。阿龙将桌子搬了过来，就可以开始享受烤鱼了。虽然被火堆烤得满脸都是汗水，但是能够品尝到烤鱼的美味，他仿佛丝毫感觉不到热一样。吃过午饭后，阿龙继续对未完成的土地进行整理。虽然此时的天气比较炎热，但他还是努力地挥动着手里的铲子。由于之前播种的种子已经生长出来了，让阿龙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所以他才会拼尽全力地开垦土地。但是由于之前播种的种子长得有些缓慢，于是他收集了1袋子肥料，这样种子也能更快地生长。何尝不像阿龙一样，只有源源不断的压力才能使他不断地前进。他把土地整理完成后，从竹子里面倒出了上次播种剩下的种子。看着播种的样子虽然很熟练，但是可能阿龙在心中早已演练了很多遍。随着他播种的完成，阳光也没有先前那么的充足了。这个时候给种子浇上一些水，也能够让它们很好的吸收。于是阿龙来到山上收集一些水，装了满满的几个竹筒后，阿龙才顺着小路往回走去。全部浇上一些水后，天色也渐渐的暗了下来。次日清晨，他查看了一下昨天播种的种子。因为昨天的天色比较晚了，所以没有仔细的确认有没有播种好。确认没有问题后，他来到了房屋的侧面，发现这里的土地也比较平坦，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再开垦一片田地出来。但是由于这片土地非常的大，阿龙决定下山看看能否找到耕地用的机器。经过一段小路后，他发现前方有一位叔叔正在清洗着旋耕机。经过一番交谈，叔叔同意跟他去山上帮他翻动土地，但是毕竟上山的路有一些难走，有时候必须得依靠2个人的力气才能让旋耕机到达位置。阿龙跟叔叔交代了一番后，随着大叔的一拉，机器也顺利的启动了。即便机器的转动不是很快，但是地面的杂草却也被连根拔起了。阿龙看叔叔满脸的汗水，也帮忙整理起了杂草。虽然小小的年纪，却是非常懂事。将土地清理平整后，他将全部的积蓄给了这位叔叔。虽然大叔不想要，但是怕伤害到阿龙的自尊心，他也没有拒绝。随后阿龙再次对着叔叔感谢了一番，便帮忙把机器送到了山下。虽然花费了自己全部的积蓄，但是却挡不住阿龙脸上的笑容。回去后，阿龙并没有对那片土地整理，因为今天的天色已经是下午了，所以他将已经播种完种子的土地浇上了一些水后，便拿着简易的鱼竿，顺着麦田的小路往山上走去，看能否收集到一些晚上吃的食物。经过一番寻找后，他发现了一处小溪，于是他在鱼竿的绳子上面固定上了鱼饵，只要把鱼竿放到水中，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鱼上钩。即便等待了很长时间，但随着水流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还是有一条大鱼成功的被钓了起来。看来今天阿龙的晚餐又能吃上鱼了。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里后，阿龙拿着自己的锅和装水的竹筒来到河边，将鱼处理干净后放到了锅里，再把竹筒里面装满了水，这才满意的往回走去。虽然只放了一些简单的调料，但是这样才能享受鱼本身的鲜味。接着阿龙将柴火点燃，在锅里面倒入了一些水后，就能放到火上开始炖鱼了。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，随着火苗的不断升起，里面的鱼也散发出了诱人的色泽。等待的时间总是很漫长。经过1个小时的时间后，阿龙也吃上了香喷喷的鱼了。随着阳光唤醒了大地，阿龙也开始了崭新的一天。早晨的空气依然还是那么凉爽。经过一座独木桥后，阿龙也到了今天的目的地。今天他计划收集一些青枣拿去售卖，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好寻找，但是由于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地形，再加上阿龙寻找的比较仔细，没用多长时间也收集的足够多了。随后他从小路往出走去。虽然走在宽敞的马路上，但是阿龙瘦小的身影在这一刻却是显得很孤单，仿佛是被周围的环境排除在外一样。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商店后，他在商店借了一个纸板，把青枣放到了上面。
跟他差不多的孩子，命运却是截然不同。此时，昨天帮忙耕地的大树骑车路过了这里，可能是看到了阿龙，他又折返回来，将他的青枣全部买下了。将纸板还回去后，他将台子上的花采摘了一些，想把它们栽到自己的田地里。一路小跑着回去后，阿龙便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倒了出来。随后，阿龙来到房屋外面，看看栽到哪里比较合适。只见他利用废弃的竹板做了几个花圃，虽然制作起来比较浪费时间，但阿龙一想到以后花盛开的模样，手上的动作也不由得加快了起来，仿佛手里此刻的不再是普通的黄土，而是未来的希望。此时的太阳照在了花种上，把它们映射得生机勃勃，像极了阿龙此时的生活状态，每一步都是在努力地向上前进。下午的时候，阿龙收集来了一些肥料，虽然有时也会跌倒，但是他也会用尽全力地把它们拖拽到地方。经过不断的劳动，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细密的汗珠。简单的休息过后，阿龙开始对着芭蕉树的底部进行处理，毕竟要想芭蕉树更好的生长，杂草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此时的阳光非常炎热，有时坚持不住的阿龙也会在大树的阴影中休息一会。将芭蕉树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后，他将肥料倒在了根部上面。有了肥料的帮助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芭蕉树就能很快的成长起来。然后他并没有选择休息，而是来到田地里观察起自己亲手播种的种子。前几天播种的种子也有了一点绿意。随后，阿龙拿着锄头前往了侧面的土地。由于昨天用旋耕机耕了一遍，这让他处理起来省下了不少力气。虽然被翻过的黄土落到了他的脚上，但是他却毫不在意，因为是自己亲手播种的土地，所以一切对于他来说可能都是美好的。此时的土地虽然整理完成了，但考虑到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遮盖问题，于是他利用竹子制作了几个架子，这样等把种子播种上的时候，遮盖上就方便许多了。太阳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。阿龙看种子的幼苗生长得不是很好，于是他下山收集了一些肥料，每根幼苗他都没有落下，毕竟是自己亲手播种的，他并不希望任何一棵幼苗半途而废，而是希望都能成长起来，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努力。把肥料全部掩盖上后，考虑到以后的成长问题，阿龙便拿来了一些竹子，插入到土地里制作出一个架子，只要再搭配上竹条，这样就能方便种子的成长。把架子搭建完成后，他也开始准备起今天的晚餐了。把仅剩的一些米放到了锅里，倒入水清洗了一遍后，把它们放到了火堆上，然后又做了一些野菜。虽然并不是那么的丰盛，但是他也吃得很是美味。吃过晚饭后，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只剩阿龙屋内的一点火光在燃烧。虽然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过去，但是却能努力地改变将来，这或许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吧。昨天阿龙已经将框架搭建好了，今天可以开始准备栽种幼苗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需在土地上整理出垄台，这样才能方便栽培一些幼苗。经过昨天的努力，今天并不用耗费多大力气，只需要将其中的一些杂物清理出去就可以了。虽然没有劳动多长时间，但是炎热的太阳也让他感觉到了炙烤，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凉爽一下。好在没用多久，阿龙就整理完成了。然后他在上面铲出了一些坑洞后，阿龙来到了山下的苗圃商店，这里的幼苗非常多，把他看得眼花缭乱。在跟老板交谈了一番后，老板帮他挑选了一些。虽然身上没有太多的积蓄了，但是为了以后的生活考虑，他也丝毫没有犹豫。回去的路上，阿龙看着路边高大的房屋，多么希望有一座是属于自己的。离开了山下的繁华，上山的小路依旧还是自己一个人。回到家里后已经是下午了，这个时候的温度栽培幼苗却是正好。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足，让阿龙栽种幼苗的速度快了很多。但是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，他栽种的时候非常小心，也花费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随后阿龙在上面覆盖上了一些竹条，浇上一些水后，等下就可以用叶子遮盖上了。次日清晨，阿龙考虑到以后的灌溉问题，于是他决定今天下山看能否找到一些工作，这样就能用收入买一些水管，自己也能省一些力气。他来到山下后，正巧碰到一户人家正在盖新房，于是经过同意后，阿龙在这里当起了小工。虽然每块砖块的重量不是很重，但是装了满满的一车，也让他推动起来比较费力。闲下来的时候，阿龙也会羡慕地摸着墙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会拥有。除了沉重的砖块，还有更加沉重的水泥。虽然每次运输的不是很多，但是对于瘦小的他来说也得用尽全力。水泥不够时，阿龙也要帮忙搅拌。
搅拌水泥对大人来说都不轻松，更别说是瘦弱的阿龙。好在有时候其他人也会帮一下忙。忙碌的时候，时间过得总是很快，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。拿到自己收入后，阿龙笑得很开心，这才高兴地跑回了家里。由于今天比较晚，商店都关门了，所以他计划明天再去购买水管。次日清晨，阿龙早早地起了床，便迫不及待地顺着小路往山下跑去。购买了一个水管后，由于太过沉重，阿龙抬不起来，好心的老板还帮忙往山上运输。可能看他还是一个孩子，还帮忙整理了一下，两人才往出走去。有了水管后，阿龙在山里面整理出来一条道路，这样在铺设水管的时候才不会碍事。随后他将水管拖拽到了小溪旁，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后，只要在水管的一端固定上瓶子，这样河水就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到里面。为了防止杂物堵塞内部，阿龙还用竹子做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，这样才算大功告成了。回到家里后，将上面遮盖的叶子全部拿下来后，就可以开始对地面进行浇灌了。对于阿龙来说，水不仅是生命的源泉，还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